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一次私人晚宴上遇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的遗孀玛丽。当时的玛丽正沉浸在丈夫自杀的悲痛中无法自拔。肯尼迪轻声问她：“你认为海明威为什么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玛丽沉默片刻，眼中含泪地回答：“他一生都在与世界搏斗，却从未学会与自己和解。他能够理解世界上最复杂的人物，写出最动人的故事，却始终无法理解和接纳真实的自己。”肯尼迪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或许人生最大的挑战不是征服世界，而是成为自己的知己。这段对话后不久，肯尼迪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海明威的悲剧提醒我，一个人可以赢得全世界的掌声，却可能输掉与自己的对话。真正的勇气不仅是面对外部的挑战，更是勇于直面内心的自己，既能够严厉地反省自己，也能够慈悲地放过自己。”海明威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战地记者，亲历2次世界大战；他是冒险家，在非洲草原狩猎，在加勒比海捕鱼；他是文学巨匠，创作了《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等不朽名著。然而，这位看似无所不能的文学巨人，却始终无法与自己内心和解，最终选择了用猎枪结束自己的生命。海明威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最重要的关系，不是与外界的联系，而是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他能够成为世界的知己，却未能成为自己的知己；他能够理解世界上最复杂的人物，却始终无法理解和接纳真实的自己。赫拉斯说，真正的知己看上去比骗子还要冷漠。深以为然。大部分的人觉得知己是雪中送炭，是锦上添花，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你想要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知己并非一直顺着你想，顺着你要，顺着你思，更多的时候只是带给你思考，带给你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单纯的认为知己只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这样未免太过于简单了，因为这样的人顶多是跟你处于同一个维度、同一个层次的人。知己不仅能够陪你在同一个地方，还能鞭策你走向远方，哪怕他自己也走不到哪里去。要知道，这世间里最伤人的是离别，这是一种冷漠；可最迷人的也是离别，这是一种生命的诀别之美。所以我们不妨这么想，我们本身不仅是自己，也是自己的知己。成为自己的知己，自我反省的力量。日常反省一下，究竟为什么要认为自己也是自己的知己？我们都明白，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用严苛的要求对待别人，却以宽容的姿态善待自己，甚至是放过自己。所以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才能够引以为傲地将某人宣称为自己的知己。长大之后，我们逐渐离开了那个所谓知己的朋友，单枪匹马地闯荡自己的世界。于是在这个江湖里，我们接触最多，跟他对话最多，思虑最多的，从来都是自己。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同样会发现自己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取决于自己所关注的。往深层次了讲，曾经我们以为的知己，竟然是自己当时的心境、心态、观念以及态度上的反射。曾经的你，可能是堕落的、叛逆的、幼稚的、自负的、自恋的。同样，你心里的知己也是这样的人，只不过你的眼里看不出来。而现在，你或许在不断的反思，在不断的自我精进，每天保持着聚焦于那些有用、有意义、有价值且令人愉悦的事情上。此时，你身边的人没人能够感受到你这番体会，但你并不孤独，也不会急着向谁倾诉或是表达，因为你很清楚，你的内心正在聆听着你心里的那个人。
就是你，也是你的知己。你会发现，你现在充满了信心、信念和斗志，动力满满。这是反思过去、反省自己的力量。正如莫扎特所说：“我每天花8小时练琴，人们却用天才2字埋没我的努力。”糊涂的人会将莫扎特的成就简单地归功于与生俱来的天才和天赋，但清醒且懂得反省自己的莫扎特却摸透了成功背后的含义。所以，我们真的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成功，也真的有过如同莫扎特那般自我反省的思考吗？自我反省不仅仅是简单的回顾自己的过错和失败，更是一种深入灵魂的对话。它需要我们有勇气直面自己的阴暗面，有智慧看清自己的盲点，有耐心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曾说：“当一个人接纳自己时，他就会改变。”这句话道出了自我反省的精髓。只有当我们真正接纳自己的全部，包括优点和缺点，才能开始真正的改变。回顾历史，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无一不是自我反省的大师。林肯在美国内战期间，常常独自一人在白宫的房间里踱步，反思自己的决策是否正确，是否对得起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正是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使他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最终保全了美国的统一。甘地在自传中写道：“我的自传就是我实验真理的故事。”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求达到真理的境界。正是这种不断的自我反省，使他能够领导印度人民走向独立，成为世界和平的象征。在商业领域，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有一个著名的习惯，他每年都会写一封给股东的信，不仅总结公司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反思公司的不足和挑战。这种公开的自我反省，不仅赢得了投资者的信任，也使亚马逊能够不断创新，保持行业领先地位。自我反省的力量不仅体现在伟人身上，也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一位名叫詹姆斯·克利尔的作家，在大学时期遭遇了严重的运动伤害，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棒球事业。在痛苦和迷茫中，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习惯，发现自己长期以来缺乏纪律性和持续性。于是，他开始每天记录自己的习惯，反省自己的行为，逐渐建立起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持续的自我反省，不仅帮助他恢复了健康，还使他成为了一名畅销书作家。他的《原子习惯》帮助了无数人改变自己的生活。自我反省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和不适，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说，人格的发展需要忠于自己的法则，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因为它要求我们不断地面对自己的阴影。当我们真正开始反省自己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许多行为都源于恐惧、虚荣或者自私。这些发现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羞愧和痛苦，但正是这种痛苦，促使我们真正成长和改变。在日本禅宗中，有一种修行方式叫做参禅，即通过冥想和自我反省，寻求内心的平静和智慧。禅师常常会给弟子出一些看似荒谬的问题，如一只手拍掉是什么声音，目的就是打破弟子的常规思维，促使他们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这种修行方式虽然看似简单，却能够帮助人们摆脱外界的干扰，真正聆听内心的声音。自我反省的力量不仅在于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更在于帮助我们超越自己。当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欲望，我们就能够逐渐摆脱外界的评价和期望，真正活出自己的样子。
学会放过自己，从自我苛责到自我接纳，人很容易将自己置身在一个很狭隘的领域上，因为每个人都会本能地进入到舒适区当中。所以，也许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苦恼，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反思自己、反省自己，乃至不断地改变自己，但依然活不出自己的样子来。这就好比一个人满脑子想着过上好日子，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过着同样的生活。这类人说到底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人，上山砍柴磨刀半天，刀没有磨锋利，却幻想着下午能够背上成捆的柴回家。一个人养成一个习惯，10日需要30天，所以要想改变自己几年以来的陋习，岂能说改变就能改变？在越是急躁的情况下，人就越无法安心好好专注于眼前的事。只关注结果的人，注定难以收获到好的结果；享受过程的人，专心埋头去付出的人，反而能够取得满载而归的丰收结果。契诃夫说，对自己不满足是任何真正有天才的人的根本特征之一。长期处于被生活折磨、被债务缠身以及被烦恼侵蚀的人，是因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却偏偏不想抵抗，而敢于奋战到底的勇士，从不害怕改变，也不会畏惧于改变，对自己不满足也会及时去弥补。放过自己的浮躁、毛躁、急躁，将目标转化为持久的内在力量，聚焦于某一种体验，然后不断地去强化自我。放过那个多疑的、懒惰的、满嘴借口、不断怨天尤人的自己，来一场深刻的反思，才能及时地拯救自己。自我接纳是放过自己的第一步，它不是放纵，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和包容。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全部，包括优点和缺点、成功和失败、光明和阴暗，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改变和成长。奥普拉·温弗瑞是美国最成功的脱口秀主持人之一，她的成功故事鼓舞了无数人。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她成功之前，她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痛苦。她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单亲家庭，童年遭受过性虐待，青少年时期怀孕并失去了孩子。这些经历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使她长期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中。转机出现在她30岁左右，当时她开始主持一个名为《AM 芝加哥》的脱口秀节目。在节目中，她决定不再扮演传统主持人的角色，而是真实地展示自己，包括自己的痛苦、困惑和不完美。这种真实和坦诚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也帮助他自己开始接纳真实的自己。在一次采访中，奥普拉说，当我开始接纳自己的全部，包括我的痛苦和失败，我才真正开始活出自己的样子。这种自我接纳不是放弃改变，而是为真正的改变奠定基础。正如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所说，奇怪的是，当我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时，我就开始改变了。自我接纳需要我们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有智慧理解自己的局限，有慈悲包容自己的错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的练习和坚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和挑战，我们可能会被社会的标准和期望所困扰，可能会被他人的评价和批判所影响，可能会被自己的恐惧和不安所束缚。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恩，我们就能够逐渐学会放过自己，真正活出自己的样子。自我苛责是许多人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常常对自己要求过高，对自己的错误和失败耿耿于怀，对自己的不完美无法接受。这种自我苛责
不仅会导致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还会阻碍我们的成长和发展。美国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提出了自我慈悲的概念。他认为，自我慈悲包括3个要素：自我友善、共同人性和正念。自我友善是指对自己的痛苦和失败持友善和理解的态度，而不是批判和指责。共同人性是指认识到痛苦和失败是人类共同的经历，而不是个人的孤立事件。正念是指以平衡的方式觉察自己的痛苦，既不忽视也不夸大。研究表明，具有高度自我慈悲的人，往往具有更高的心理弹性、更低的焦虑和抑郁水平、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挫折和失败，更容易从错误中学习和成长，更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何从自我苛责转向自我慈悲？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自我苛责的存在和影响。当我们发现自己在内心责备和批判自己时，我们可以停下来，问问自己：如果我的朋友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会怎么对待他们？通常，我们对朋友的态度要比对自己友善得多。其次，我们可以尝试用更加友善和理解的语言与自己对话。当我们犯错或失败时，我们可以对自己说：这很正常，每个人都会犯错，或者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让我看看我能从中学到什么。这种友善的自我对话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自我苛责，增强自我接纳。最后，我们可以通过正念冥想和自我关怀的练习，培养自我慈悲的能力。例如，我们可以每天花几分钟时间，闭上眼睛，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感受身体的感觉，观察内心的想法和情绪，但不做评判。这种正念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自己的觉察和接纳，减少自我批判和苛责。放过自己也意味着放过过去，不再被过去的错误和遗憾所困扰，不再被过去的成功和荣耀所束缚，而是专注于当下，活在当下。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写道：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这句话道出了放过过去，活在当下的智慧。过去已经过去，我们无法改变它；未来尚未到来，我们无法预测它。只有当下是真实的，是我们能够把握的。当我们能够放过过去，不再被过去的阴影所困扰，我们才能真正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美好，创造当下的价值。美国心理学家埃克哈特·托尔在《当下的力量》一书中写道：当你活在当下时，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奇迹。当我们能够专注于当下，我们就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和奇迹，就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充实和意义。放过过去，活在当下，不是忘记过去，而是从过去中学习，然后向前看。它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承担责任，然后继续前进。它不是放弃梦想，而是在当下努力，为梦想奠定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我们可能会被过去的记忆所困扰，可能会被未来的担忧所困扰，可能会被当下的压力所困扰。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恩，保持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我们就能够逐渐学会放过过去，活在当下，真正活出自己的样子。杨绛先生说，人生一世，须有3个自觉，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急速发展、信息发达、任务繁重，同时也喜欢追求一些刺激的生活状态里。其次，每个人的压力、焦虑以及抑郁都胜于从前，于是在各种心灵创伤面前，
我们的确很难做到聚焦于当下，要么精神涣散，要么迷惘失落，看不到眼前的道路在哪。但是，只有我们吃过了这些苦，并且深深知道这些严重损害我们积极的事情不能再继续做下去，及时收手，赶紧制止自己再踏进去，就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又多了一些希望。要知道，人生就是如此，生活就是如此，不断的修炼，才能不断的反省，在净化自我的同时，也是在提升自己。懂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懂得观心自照，才能知进退，知敬畏，得警醒，也才能在反省自我过程里放过自己，才能在放下的过程当中重新寻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句看似简单的俗语，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生活智慧。它不是教我们逃避现实，而是教我们学会取舍，知道什么该看，什么该放。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我们对每一个矛盾都斤斤计较，对每一个冲突都针锋相对，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争端和不安。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一些小事琐事选择性的忽视，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平静和谐。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自传《应许之地》中提到，他在白宫的8年里，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决策和挑战。如果他对每一个问题都亲力亲为，对每一个细节都斤斤计较，他就会被繁杂的事物所淹没，无法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因此，他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一些日常事务交给团队处理，而自己则专注于那些关系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的重大决策。这种智慧的取舍，不仅适用于政治领袖，也适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家庭中，如果夫妻双方对每一个小事都争论不休，家庭生活就会充满紧张和不安。相反，如果双方能够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一些小事选择性的忽视，家庭生活就会更加和谐美满。在工作中，如果我们对每一个细节都过分关注，对每一个问题都深入研究，我们就会陷入完美主义的陷阱，无法高效地完成工作。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一些不重要的细节选择性的忽视，我们就能够更加高效地完成工作，取得更好的成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放弃原则，不是逃避责任，而是一种智慧的取舍，一种生活的艺术。它教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找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而对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则选择性的忽视。观心自照是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通过观察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从而达到自我觉察和自我调整的目的。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被外界的信息和刺激所淹没，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己的内心。我们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压力而感到焦虑，可能会因为人际关系的复杂而感到困惑，可能会因为生活的变化而感到不安。但是，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些情绪的存在，或者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情绪，结果导致情绪的积累和爆发。观心自照就是要我们停下来，关注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从而达到自我觉察和自我调整的目的。它不是要我们逃避现实，而是要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现实，包括外部的现实和内部的现实。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一书中提出，情商包括5个方面：自我意识、自我调节、动机、同理心和社交技能。其中，自我意识是情商的基础，它指的是了解自己的情绪、优势、劣势、需求和动机的能力。只有当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自己，
我们才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激发自己的动机，理解他人的感受，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观心自照就是培养自我意识的一种方法。通过观察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更加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更加积极地激发自己的动机，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人的感受，更加成功地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冥想、日记、反思等方式培养观心自照的能力。例如，我们可以每天花几分钟时间，闭上眼睛，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观察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但不做评判。这种简单的冥想练习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自己的觉察，减少对外界的依赖，提高对自己的控制。观心自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的练习和坚持。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对自己的关注和觉察，我们就能够逐渐增强对自己的了解和控制，逐渐提高自己的情商和智慧，逐渐实现自我的成长和发展。知进退，知敬畏，得警醒。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生活智慧，它告诉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前进，什么时候后退，需要对生活保持敬畏之心，不骄不躁，需要保持警醒，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知进退是一种处事的智慧，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和挑战，有时候我们需要勇敢地前进，迎接挑战，争取机会；有时候我们需要明智地后退，避开风险，保存实力。知道什么时候前进，什么时候后退，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艺术。美国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别人贪婪使我恐惧，别人恐惧使我贪婪。这句话正是知进退的最好诠释。在投资市场上，当大多数人都在疯狂买入时，巴菲特选择谨慎观望，甚至适当退出；当大多数人都在恐慌抛售时，巴菲特则选择勇敢买入。正是这种知进退的智慧，使他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知敬畏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对自然、对生命、对规则保持敬畏之心。敬畏自然，我们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生命，我们才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敬畏规则，我们才能遵守规则，维护秩序。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句话强调了敬畏的重要性。敬畏天命，我们才能顺应自然规律；敬畏大人，我们才能尊重权威，维护秩序；敬畏圣人之言，我们才能汲取智慧，提升自己。得警醒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在生活中，我们需要保持警醒，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警醒不是紧张，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清醒的意识，一种自我觉察的能力。通过警醒，我们可以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及时调整自己的方向，避免陷入困境，走向歧途。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在《复活》一书中写道：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失败，而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这句话强调了警醒的重要性。只有保持警醒，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知进退，知敬畏，得警醒，这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知进退，我们才能在生活中做出明智的选择；知敬畏，我们才能保持谦虚和尊重；得警醒，我们才能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品质，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追求外部的认可和成功，却忽略了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我们关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却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成为自己的知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我们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有智慧理解自己的局限，有慈悲包容自己的错误。它需要我们不断地反省自己，不断地放过自己，不断地调整自己。诗人惠特曼说：我庆祝自己，我歌唱自己，我所假定的，你也应当假定，因为每一个原子属于我的，也同样属于你。共勉。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